好不容易挤进早八的电梯，一阵警报声突然响起。欢迎来到第1层，这里是剧本杀店。这次并没有什么巨人和巨大的场景，一个看着相当阳光的小哥领着我们走进了一间屋子，他就是本次剧本杀的主持人。我翻开身前的本子，看到封面上写着我的身份，3号位玩家，角色是一个王子，和公主有些冲突。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是什么情况，也并没有介绍什么规则，主持人直接笑着开启了剧本杀的流程。下面请1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他的笑相当阳光。1号玩家是个女生，看着手里的本子，略有些磕巴的看向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1号玩家，我的角色是公主。还没等他念完，本来和煦如春风的主持人却突然冷下了脸，右手一指，打断了他的介绍。1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话音一落，几道黑影迅速窜进屋里，抓住1号玩家的身体，用一根通红的钳子活生生把他的舌头给拽了下来。他很快便断了气，连出声惨叫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个血腥的场景让我浑身发毛，屋里陷入一片死寂，都没人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，甚至还没人知道这一层的规则是什么，怎么就直接把人给嘎了？可主持人却像无事发生一般，立马恢复了从容的笑，看向一个已经呆住的男孩。接下来请2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2号玩家眼睛紧张地瞪着，从瞳子里已经可以看出他的慌乱。这一次他没有说一句多余的话，也没任何磕巴，相当标准地按照本子上的内容一字一句复述。2号位玩家，角色是带刀侍卫，我的职责是拥护。他念完之后，战战兢兢地看向主持人，却再度迎来了冷漠的眼神。2号玩家违反规则，请工作人员处理。不要！他不停摇摆着双手，却并没有任何作用。那几个看不清面貌的黑影眨眼便窜到他的身边，重复了之前的行为。我的脑子里跑过无数个念头，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则？诡异的场景瞬间让我汗流浃背，主持人却并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，一脸微笑地看向我。汗流浃背了吧，老弟？那么接下来，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我到底该说什么？煎熬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如果说1号位玩家上有什么失误的话，那2号位玩家的回答已经算是绝对的标准。如果这样都算是违反规则的话，到底什么内容在规则的容许内？可就在这一瞬的交集里，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。进入第1层之后，出现的元素分别是剧本杀店、引导交流的主持人、自我介绍环节，几乎全都围绕着说话这个行为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第1层规则的底层逻辑和说话脱不了关系，或许真正的规则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粗暴得多，这里恐怕根本不允许说话。想到这里，我抬头看向主持人，迎上他的目光，不敢开口说出一个字。见我迟迟没有动静，主持人疑惑地眯了眯眼，再度重复了提示。请3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不知道猜测正确与否的我浑身冒着冷汗，足足15秒过去，主持人才终于轻轻一笑。他突然不再看向我，而是扭头看向下一个男人。那么接下来，请4号玩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在看到我的过关方式后，其余的乘客全都有样学样，一个个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没有任何人开口回应主持人。主持人全程保持着礼貌的微笑，每隔15秒更换一个目标，不停地索要着自我介绍。就这样，在一片诡异的安静里，血腥的关卡被安全度过。多谢各位体验我们的剧本杀，欢迎下次再来。热情的语气被慢慢瓦解在电梯门之外，不少人抚摸着冰冷的梯箱，我也累得快要不行了。这时，一只手搭到了我的肩膀上，是一个短头发的女孩，约莫28、9的年纪。你好，我叫青青，多亏刚才你的反应够快，救了我们全部人的命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觉这个女孩有点眼熟，好像在鬼畜地铁里见过。我叫酱汁。距离电梯关门还有1分钟，我想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关于电梯规则的看法。我觉得你的思维能力算是比较靠谱的。你有什么思路吗？我忍不住好奇地打量她。每一层都有专属的规则，已有的信息对于后面的关卡应该没有太多帮助。你有没有想过这部电梯对应的数字？为什么总共是18层？他指了指如今固定在1的信号灯。18这个数字，在神话故事里可是有一个相当知名的指代。你是说18层地狱？